大家好，歡迎嚟到窩廉 Magazine。今日係2025年嘅7月31號啊，呢條係第3條片嚟嘅。咁我哋咧都講咗好多集啊，即係好多嗰啲鋪王啊、收租王嗰啲等等啊。咁啊係咁啊，即係蝕讓咁係咁沽啊，又話市傳又俾人 call 窿又等等啦。咁今集咧聚焦我哋講下咧就收租王永麟嘅情況。咁到底永麟咁多物業收租，個老豆咁慳等等吓，咁啊過咗身之後，點解依家咧會搞成咁樣咧？市傳俾銀行 call 窿，咁啊搞到咧銅鑼灣嗰個咧嗰個伊利沙伯大廈咧又要爛尾又剩，咁啊仲狂賣緊物業咁樣蝕法，到底係咩原因呢？如果佢老豆仲喺度，會唔會搞到咁呢？我哋同大家咧睇咗一啲綜合咗媒體報道咧，一一拆解啦。去片喺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免費訂閱我頻道 ，subscribe 我 channel，comment like 同埋 share 埋俾你朋友啊！如果可以嘅話咧，免費 join 埋我 Patreon 作為後備。行有餘力嘅話咧，可以喺 Patreon 嗰度咧每個月請我飲咖啡嘅噃。另外咧，我有一個最高級別嘅會員，咁啊有額外嘅內容啊，敏感嘅議題同埋一啲付費嘅內容俾大家嘅。多謝大家。嗱，講到眾多咧狂沽物業嘅什麼鋪王、收租王咧，永麟咧就應該喺我哋咁多集咧都有一路報道噶啦，嗰啲實況啊、蝕賣啊、蝕沽啊，特別誇張係中環嗰個，哇黃狗啊，佢講緊嗰個尺價係破紀錄咁樣買入啦，咁啊沽出去咧，哇跌60%咁誇張，咁啊點解會咁樣係嘛？咁啊嗱，其實咧我睇翻咧抄翻啲資料啊，2月份咧 Fortune Insight Louise Wong 咧都寫咗一個，佢係將同埋阿波叔個仔啊同埋阿永麟個仔啊兩個一齊講，兩個有一個迷思啊，就係話咧有個心魔唔係迷思，就話要叻過老豆呢個心魔啊，係咪真係咁樣咧？咁啊啱啱咧東周咧有一篇報道咧，直情咧專題講嘅永麟嘅情況。咁啊，我見到兩篇咧，咁我集合咗，我睇完之後咧，咁啊，我啊理順咗成件事咧，就同大家咧去講呢一集，同埋咧唔單止係講佢嗰個歷史個情況啦，而係咧大家一齊討論到底係咪咁樣咧？係咪有啲更好嘅方法咧？嗱，永麟集團咧，其實係由創辦人啊麟志嚴啊，人稱咧麟伯。佢係1933年出世嘅，其實咧係明代嘅狀元啊，倫文敘嗰個後人嚟嘅。大家有冇睇過咩倫文敘啊？撚化柳先開咁樣啊，係嘛？整蠱係嘛？咁啊50年代咧，其實佢喺廣州咧就讀土木工程嘅，後嚟嚟到香港咧就開呢個建築公司，咁啊幫發展商起樓啦，咁啊參與過千項目，咁啊佢當時咧用一啲方法令到平咗慳咗啲錢咧，咁啊同發展商去分咁樣嘅，咁啊呢度詳細唔特別去講啦。咁啊嗱，其實咧，例如咧，佢嘅即係手筆有咧，半山嘅交匯園啊，咁喺6·7暴動嘅時候，樓價大跌啊，發展商咧，咁啊以樓啊就貸款，咁啊還錢俾阿麟伯啦，因為當時咧佢係要找數俾佢嘛，咁啊令佢咧一夜成為大業主，咁啊佢啊成立咗永麟集團啦，咁啊專揀咧低價咧吸納物業，咁啊長揸收租。呢個咁嘅做法咧，其實都原身係幾穩陣嘅。如果一路係用呢種咁嘅邏輯咧，就算咧經歷一啲好難嘅時間咧，其實都唔會出事嘅。出事依家係咩啊？高槓桿啊等等嗰啲啦。咁啊，仲要佢長揸物業咁多物業收租啊 ，passive income 啦。仲有佢好慳嘅。嗱，佢啊持有杏花村咧、海怡半島等等嗰啲物業啦。咁啊，高峰時間咧身家超過咧500億嘅。咁啊，麟伯同太太咧孫翠芳咧就住喺杏花村嘅。佢哋仲要讓咧呢個長者八達通啊2蚊搭車係嘛？依家好似又冇啊，仲有冇啊？哇！如果再生麟伯，依家都冇2蚊喎，係嘛？咁啊，生活低調啦，投資穩健嘅，奠定咗呢個收租王嘅地位嘅。咁啊嗱，其實咧去到2005年咧，阿麟伯咧就以14億8千萬咧就買入銅鑼灣伊利沙伯大廈嘅基座商場。咁啊呢個咧23萬平方尺嘅呢個物業啦，喺80-90年代其實係娛樂嘅地標嚟嘅。咁啊娛樂場地啦，咁啊有夜總會啦、24小時酒樓啦。咁啊麟伯有大計啊，將銅鑼灣一帶咧打造成名店街。收購附近嘅鋪頭添，咁佢喺2011年咧仲斥資半億元咧翻新商場啊，咁啊租金咧就翻倍啦。你諗下佢05年，即係沙士03年、04年、05年都唔係升好多啫，當時咧都係應該好抵嘅，係嘛？咁啊佢同咧就租戶續約嘅時候咧就大幅加租啊，仲設咗一啲咧好嚴苛嘅條款啊，逼走嗰啲低租嘅食肆添，吸納咧高租金嘅零售品牌。嗱，點知咧喺2014年嘅時候，阿麟伯啊與世長辭啦，咁啊長子咧就麟耀基就接手，咁啊呢個嘅其實咧就係成件事嗰個噩夢開始啊，嗰個基調變咗啦。
咁啊嗱，倫耀基咧，咁啊倫仔啦，咁啊掌握呢個永倫之後咧，投資作風咧就180度咧改變咗咯。咁咧嗱，由咧保守就變成咧進取啦。咁啊，2017年去到2022年咧，嗰個物業市場高峰期咧，佢仲大手咧掃貨添㗎，掃入咧價值總值70億元嘅物業㗎，包括咧2017年咧用7億元咧就買入咧金鐘力寶中心多個單位啊，4億元咧就買入美國銀行中心全層。咁啊，2018年咧用28億4800萬咧買入灣仔嘅 W Square 全棟嘅呢個商廈啦，仲要改名為咧永倫立方啦。咁啊嗱。其實喺入邊咧，佢開咗一啲高檔嘅中菜廳，叫做咧永八方添嘅，咁啊裝修好似皇宮咁噶。咁同年咧，佢仲以1.7億元咧買入呢個大潭紅山嘅豪宅，咁啊1.65億咧就買入金鐘嘅遠東金融中心全層啦，仲以咧5.3億咧破頂啊買入咧中環皇后大道中9號啊。即係皇9啊，34樓啊，當時嘅尺價係超過61000蚊啊，創咗咧全香港甲廈嘅紀錄添㗎。咁啊，佢仲用咧叫永倫皇9有限公司咧去買皇9啊。咁啊，租客咧係咧仁德醫療，咁啊方便咧股份轉讓嘅。咁你聽到呢啲名咧，其實後期一路咧崩堤，一路賣出去蝕賣咧，係咪好熟悉咧？一路你都見到呢啲咁嘅蝕賣嘅情況啦。咁啊嗱，倫耀基嗰個進取嘅策略咧，其實係靠銀行低息貸款咧支撐噶噃。咁啊早年咧就借落咧幾十億元啦。咁啊市場咧仲有人游說佢咩話？喂，買磚頭一定升值噶。其實今日都一路有人咁樣游說嚇。點知咧？喂，疫後咧地產低迷啊，工廈商廈空置率高企啊，租金大跌，永倫嗰個租金收入咧遠遠唔夠還債啊。心諗咧，如果佢阿爸咁穩健咧，就直接咧買嚇，唔使話即係咁樣借貸借咁多咧嚇，同埋要低價買咧，會唔會搞成咁咧？你要記住頭先嗰啲係全部好高價破頂咁買，咁啊銀行咧就減風險，咁啊頻頻咧就 call 窿啦，變咗依家，咁啊永倫咧因為持有大量嘅高價物業啊，成為目標。嗱，你睇下依家恒生啊等等，大家都要點啊？要減風險咧，要成啊嘛，齊齊出嚟咧，空群 call 窿啦。由2024年至今咧，其實永倫咧賣走咗咧10幾個物業啦，套現咧超過20億噶。除咗皇9啊，仲有咧銅鑼灣嘅景隆街地盤啦。咁啊，皇9嘅按揭咧由華僑永亨銀行提供噶。咁你一聽到呢啲，你就知道華僑永亨都瀨嘢啦，係嘛？咁啊，依家你第一畫面呢啲咧，就全部咧一路賣出去，有啲係蝕一半啊，等等啊，係嘛？其實咧反映嗰個銀行嘅商業貸款咧都相當之緊張啦。你睇咁啊，仲有一啲係住宅嘅物業添㗎。嗱，咁一路睇啦，即係其實咧貶值63%喎。嗱，呢個金鐘嘅金海景戶啦，即係海景嘅寫字樓啊等等啦。咁啊，即係有幾即係講緊20億啦賣咗出去，但係咧我諗蝕都蝕咗10幾20億咁誇張噶啦。時間去到咧2020年啊，咁啊倫耀基咧就豪擲6億元咧就翻新伊利沙伯大廈基座嘅商場啦。咁希望咧重振旗鼓啦，點知咧個工程咧由華盈建築負責啊，永倫咧1年幾前咧開始拖欠工程費啊，3期咧涉及款項咧7位數字，華盈咧追訴無果，咁啊啱啱咧喺2025年咧停工，仲拆走咗外牆嗰個棚架，咁啊話係咧為咗安全，現場嘅石屎外露，物料咧就散亂，網民笑稱咧似敘利亞風啊！華盈咧仲要入稟法院啊追債添，反映咧永倫嗰個資金周轉咧出現一個大問題啦。咁啊都係根據星島啊同埋 Fortune Insight 啊呢啲報道啦。咁啊倫耀基咧就回應話咧會揾新嘅承建商，但係至今咧似乎係冇進展。嗱，商場嘅出入口咧已經係封鎖咗啦。咁啊停車場雜物堆積，咁啊仲重啟嘅希望咧似乎係咪渺茫咧？咁啊租務失策啦，名店街夢碎啊！咁啊倫耀基咧，咁啊延續父親嘅名店街大計啊，但係咧執行失敗，永倫咧就冇專業嘅招租團隊，只係靠外牆嘅廣告啊等客上門，經紀嘅佣金咧就冇啦。咁啊因為咧你自己喺度貼咗個街招啊，即係嗰啲即係廣告啦，即係外牆廣告，咁啊冇經紀幫佢做啊嘛，有啲有好客啊，有剩咧咪懟俾你，依家咧喂你自己做啦咁樣咯，咁啊唔介紹租戶俾佢啦，咁啊舊嘅租客咧又清走咗啦，因為逼走嗰啲舊租客啊嘛，係咪啊？即係用喺諗住係置換啲新嘅高檔啲嘅租客啊嘛，
咁啊，點知咧新嘅租戶又冇嚟啦，商場嘅即係嗰個租務咧兩頭唔到岸啊！咁啊，疫後咧銅鑼灣嘅謝斐道其實個市道都幾慘淡，10幾個鋪位咧只剩翻3間餐廳，租金咧比附近咧低30%都冇人租啊！食肆老闆話咧生意跌成50%添，只能夠靠熟客，反映咧翻新呢個失敗連累成個地段啦。其實本身咧嗰個經濟咧個食肆生意都會跌噶啦。咁啊，依家啲食肆正情話，你話嗱又好乜都好啦，話佢因為咁樣翻新又搞工程咧，更加衰咯，即係整到啲生意冇啦，咁啊更加租唔到出去係嘛？嗱，雖然咧永倫咧你睇嚟好似係財困啊，但係倫耀基咧喺資本市場咧仍然都有啲能耐噶。咁啊，即係唔好成日話佢全部都唔掂。原來咧茂盛控股嘅大股東啦，作為嚇咁啊，佢咧今年啊都係年初啲嘅時間嚟嘅。佢以7億元咧將咧永倫青衣嘅800酒店咧就賣俾機管局喎。為而家接貨呢啲咧都係要公營機構大學噶咯。除咗呢兩個，即係啲大陸人咁樣啦，係嘛？嗱，咁啊將咧宏景花園商場咧同埋車位咧就注入茂盛，咁啊作價咧3.6億元啊，仲派咧每股12仙嘅特別股息，令到股價咧急升1倍啦。咁啊，佢個人收息啦，同埋交易咧，總共袋咗5億。咁啊，呢啲財技操作咧，顯示佢咧試圖透過資本市場嘅操作咧套現，緩解呢個集團嘅壓力啦。但係咧，其實未解決呢個根本嘅問題噶。咁啊，其實咧就想同大家討論啦。嗱，其實無論阿波叔個仔或者係佢啦，根本上啊，佢哋本身就唔好運啦，即係生不逢時。你又可以話佢生得逢時識投胎嘅，咁有錢嘅老豆，但係去到依家呢個市道咧，以佢哋今天嗰個能力，可能咧都逃唔過呢一次咁嘅災難噶。咁啊，而咧另一邊廂就係話咧，其他嗰啲有啲鋪王係咪根本上唔關佢哋第二代係咪真係話要叻過老豆啊？係咪真係進取嘅事咧？嗱，多多少少我覺得有關嘅。但係如果佢哋老豆喺度，會唔會避得過呢一場咧？嗱，一個個 case 咁睇啦。你當然你見到陳炳志都搞唔掂啦，係嘛？咁啊，你見到即係譬如黎永滔啱啱又好似嗰個有個物業又再變咗銀主盤啊，咁有實力嗰個鋪王都出事喎。咁係咪即係話佢哋個仔其實就算老豆喺度都會咁呢？但係你又唔能夠唔承認就係你睇翻過去，佢哋真係喺摸頂咧入咗好多貨，而且咧做咗好多槓桿。咁呢個咧亦都係令到今天呢個情況嘅出現嘅。加上銀行咧，銀行都要保住自己㗎，銀行唔保住自己。咁啊，即係會成個經濟系統性嘅問題噶嘛，所以佢一定係要 call 呢啲嘅情況咧去做噶。如果唔係都幾難。嗱，仲有啊，就係咧，佢都叫做上市喎。如果未上市嗰啲嗱，我上一集咧講緊嗰個恒隆係嘛，未上市嗰啲發展商咧，其實仲大鑊過後面咧嗰啲梗係低調啊，因為啲嘢唔公開嘛。咁咧你唔知後面咧有幾千瘡百孔噶。嗱，咁啊，大家咧覺得到底係咪佢個仔？定係咧老豆喺度都搞唔掂咧？我自己覺得，如果永倫佢老豆咁慳，咁樣做生意，咁樣低價買，其實咧可能佢都係走得甩噶。不過2014年冇啦，過咗身啦。咁啊嗱，今集內容差唔多啦，大家有啲咩諗法咧？不妨喺下低留言啦。大家都聽到嚟呢度啦，希望大家 like 埋呢條片啦 ，share 埋俾朋友，記得未 subscribe 嘅要 subscribe 埋啊！可以嘅話，join埋我 Patreon啦。多謝收看，拜拜。